终于抵达了第一个我们要下船的点呢，这个地方呢叫做拉巴蒂啊，海地这个国家，美丽的海滩，但也就诚如我前面所讲的，加勒比海这艘邮轮呢，其实它行驶在的国家很多地方都是属于比较贫穷的。知道拉巴蒂的人不多，去过那里的人更少。拉巴蒂在加勒比岛国海地的东部啊，被加勒比邮轮公司包租下来，专供邮轮游客旅游玩乐。你们听得懂什么叫做被海地包了下来吗？被那个邮轮公司包了下来吗？这个国家这个拉巴蒂这个区域这个岛去什么担保叫邮轮公司专门包起来，给伊邮轮的游客佚佗，代表是邮轮的私人海滩。你了解不？由邮轮公司的包租，当地的黑人除了服务人员之外呢，都不能登岛哦。所以在旅游，你看我们其实在讲那个加勒比海的邮轮啊，这个叫享受之旅啊，豪华之旅啊，一天呢，花你像一趟邮轮之旅要花你多少钱？住好一点20万啊，那你一天平均要花多少钱啊？让你一年365天，天天都住邮轮。如果你拥有5000万以上的身家，还得自己当弄高贼，你自己去换算看看啊。所以很多退休的人呢，真的很多的老外他退休之后他怎么样呢？他就把这个他的生活规划好我要开到对一天，我每天开的对啊，先我这世人拍拼这辛苦赚的钱，对不对？我告诉你，让下一代凭空而得留不久，他必须自我开创啊。所以这个时候呢，父亲、母亲们，甚至呢，他们老一辈人，他就变成隐居幕后，开始享受人生，享受这些年来他辛勤工作那一种回想啊，创业的心情、创业的信心，然后慢慢的游览在自己后半段的人生当中，去游览把钱开好了开出呢，讲起是谁这个很多老外都是这样子他不会说这么杞人忧天弄呗所以我被讲的是啥？我被讲的是讲，你注意看看这么多的人来到的邮轮，能够上邮轮呢，其实基本上你一定要拥有比较大的经济能力，这是事实嘛，尤其是跑到这么远的加勒比海来。但是你注意看看富与贫的差距我们除了介绍邮轮的豪华之外呢，我们也介绍这个当中在旅游过程当中你会看到的富与贫。
哇，固肉啊，够肉啊哈，这个是拉巴蒂最特别的一个就是滑行啊，滑轨啊，从这一端滑到那一端啊。拉巴蒂啊，这一个其实也是一个很特别的国家，海地印第安语叫做多山的地方啊。这个地方呢，你一定闻得到那么一点点的自然风格哦，你一定也闻得到那么一点的自由风气。为什么？因为这个海地啊，目前啊是唯一还没有跟中国有邦交的。嘿啊，有没有感觉是不是比较不一样啊？哦，有自由的空气啊，对不对啊？唯一一个还没建交的啊，还没有跟中国交集的啊，因为中国现在用强烈的经济攻势啊，攻占下很多的国家嘛非洲啦中亚啦南美洲这个海地也被买起来也被用金钱攻势给啃了来那这个地方呢，唯一以法语为主的独立国家，全境呢是加勒比海第二大岛伊斯帕尼奥拉岛，又称名叫做海地岛。就是它是加勒比海当中最大的一个岛屿第二大的岛屿，全境75%都是山地沿着这个沿海、沿河都有这个狭窄的平原首都叫做太子港，在这里你所看到的任何一切都是为了邮轮应运而生，不管是工作人员或者是这里的商家。非洲的跳舞蹈。所以这个你懂吗？艺术以上艺术呢，跟那邮轮不来讲这里的人，这里的人，这里的狼，这里的人呐哇，全部都怎么样全部都没逃路啦全部都没逃路啦没有什么公时不公时劳基法伤害都没啦就是呢，为了邮轮应运而生的就是有人来有钱赚有活干没人来什么都没得干这就是这样在现在这个社会还存在这样的事情你看看民主国家每一个人呢，对不对就是欧美国家，你看看劳工制度多好那你想想看，再回到往上一点的到美国也不错你看一到了中美洲哪是这样哪有什么制度，有没有，对不对？有活干就不错了还怕没活干呢？没活干还不能养家活口这跟台湾以前的30几年前三四十当前小港对不对台湾三四十当前不止我5、60年前也是一样能有一份活干就不得了了，对不对还想那么多嘞养家活口都来不及了在这里呢，我们刚刚前面讲到了贫富差距这么大那你知道吗？18世纪海地独立是拉丁美洲加勒比海第一个独立的国家。我刚刚说黑人不能登岛要登上这个拉巴蒂，除非是服务人员但是这个国家的黑人就占了95%哇，大部分都不能登岛，因此它又被称为黑人共和国之称，也是世界上第一个黑人主导的共和国。海地独立之后，未能其有效的民主体制，政局动荡，独裁者不断的被推翻。海地独立1915年100年间，总共有近90位统治者相继上台，90位，我的天呐，90个，哇，几乎是动不动就来换一年换一个1915年到现在为止，海地的历史依然经过多次的外国势力的干涉、军政府的叛乱多灾多难尤其是震撼全世界的2010年的海地大地震跟2016年的马修台风，彻底的摧毁了海地的经济如今的海地依然是世界上最不发达的国家，但是它也是最天然原始的国家，因为为什么？落后天然就原始嘛。12月份到2月份比较凉爽，海地拥有了长达1080公里的海岸线，这1000多公里的海岸线也是最吸引全世界所有的观光客来到这个地方来去看看美丽的海地风景区。
们的船又停在了另外一个国家。今天继续我们的加勒比海之旅啊。这个船只现在停在哪？停在一个色彩非常丰富而且非常热情的这个地方，叫做牙买加。现在停在牙买加的费尔茅斯，来看看吧。这个就是雷鬼音乐 Reggae， 牙买加最有名的音乐。牙买加，加勒比海一个小岛国家，它位于哪边呢？古巴以南，海地以西。1494年，非常有名的一个航海家叫做哥伦布啊，发现了新大陆之后，就发现了中南美洲啊，那这个地方就成为了西班牙的殖民地啊。所以这个时候在讲什么西班牙语言哦，那对他莫妮卡来讲哦，等于是回到他的母国啊，因为他也是。他居住的国家阿根廷也是当时哥伦布啊，从西班牙发现新大陆之后，统领了整个中南美洲，所以呢，也是主要语言是西班牙语哦。1655年，英国取代了西班牙的角色，自此之后，英语便流通。牙买加，今天的牙买加其实是个独立的国家，可是因为历史的渊源。本来的土著原住民印第安人早已销声匿迹。今嘛来到的不是牙买加的首都哦，来到的是伊的度假胜地。这个度假胜地呢，其实主要来自于谁啊？邮轮的观光客啊，就是来到这个地方来玩了。现在呢，德昂和朔溪啊。大家为什么要手牵手呢？你以为感情真这么好吗？不是的，为什么呢？它的这个朔溪啊，人家朔溪是坐船啊，我们是呢步练的，用走的，走上去这个溪流上面了。所以呢，无论男女老幼，大家要手牵手，有没有？你看看龟白啊，这个真的是朔溪啊，这个朔溪的方式是不一样的啊。但是朔溪其实要穿朔溪鞋啊。那这个朔溪呢，其实，带有那么一点危险性啊。但是我觉得哈，任何事物啊，其实都带有那么一点点的刺激跟危险性哦。就是呢，你事先做好准备哈，其实就 OK 了哈。你看，所有人手牵着手啊，一起走上去这个上面啊，手牵着手啊，很辛苦。你看到就走在这上面，在东德人看厉害哈，会在这边滑啊。很特别的一趟旅程呢，来到牙买加，走进了牙买加的森林，在德昂河瀑布做了一小段的朔溪之旅哦，真的不是坐船哦，是用走的哦。我们来到了墨西哥科兹美。那来到这边呢，其实当然它最有名的就是它的玛雅文化文明，还有阿兹特克帝国与玛雅文明所留下的遗迹哦。那当然，我们的邮轮在行走过程当中，只是扫到了这个附近科兹美了，不然其实真正进来墨西哥很麻烦的哦，这个办签证还要亲办的哦。所以来到这边是非常非常简单的哈。我们的邮轮刚刚好过来到墨西哥的科兹美啊，比较简单的一个行程啊，来
但是一样啊，踏上墨西哥的土地，让大家了解一下科兹美。科兹美这一个墨西哥的第3大岛，它的名字也源自于玛雅的科兹美的。岛上除了留有这个大量的玛雅文化遗迹之外呢，还有非常丰富的海洋生态啊。所以这里所在是邮轮啊，就算你没有邮轮啊，你坐飞机都有很多人呢会来到这个地方来旅游哦，因为这里拥有的玛雅文化不谈呢，还有它美丽的海滩，全球最大邮轮海洋，加勒比海的这个邮轮啊，绿洲号等等的这一些都会来到这里呢，在这个地方来看看，停靠在科兹美的时候呢，就可以上来这个岸上来去旅游一下哦。墨西哥的科兹美玛雅文化遗址非常多，就留在了墨西哥的科兹美。墨西哥最有名的也就是玛雅文化，它在公元前500年到100年之间称为前古典期，后来进入了古典期，一直发展至巅峰。很多的城市呢就树立在茂密的中美洲的丛林当中。当然了，最有名的3座宏伟的玛雅城市的蒂卡尔、帕林克跟科潘啊。其后呢，在后古典时期呢，玛雅文明中心呢渐渐转移到了其他的半岛去那气势呢已经慢慢的走向了下坡。玛雅跟大多其他的古文明有一些不太一样的地方是呢，首先呢，玛雅文化当中从来没有出现一个集权的国家，在它的高峰期呢，也就是这几座像什么前面我们所看到的几座。像蒂卡尔啊，等等啊，这强大的城邦各据一方很多的主要的古文明呢，都诞生于大河流域。我们看看历史故事但是玛雅文明呢，很特别的是，它源自于丛林，跟很多的古文明一样，玛雅的社会也成为像金字塔一样，在亚洲啊，你可以知道哪一个吴哥文明呢，也是来自于丛林那权力集中呢，就在王族、君臣、祭司等少数人的身上平民百姓中间最卑贱的，当然自古以来都是所谓的奴隶玛雅文明它其实并没有突然的消失或者是灭亡，而是像古埃及文明一样，渐渐的无以为继。当西班牙人16世纪来到墨西哥的时候，玛雅文明呢，已几乎完全失去了它昔日的光辉。很多人推测，由于人口的压力、环境的破坏，墨西哥中部文明的侵略有相当大的关系，所以使得玛雅文明呢，它就慢慢的失去了玛雅的文字就像中文一样呈现方块形状，它们有一些呢是符号，有一些是象形文字，有一些的写法呢是从上而下，然后从左到右。玛雅文字到今天还未能100%完全的解读，因为没有发现类似罗塞塔石的东西。什么叫罗塞塔石啊？就是古埃及可以看得到罗塞塔石这个现在罗塞塔石在哪？罗塞塔石现在呢就放在大英博物馆了那更因为殖民地时代西班牙传教士的愚昧，当时西班牙攻打到这边来的时候，把很多无数的玛雅典籍说成是异教邪物当时就是这样西班牙在侵略中南美洲的时候呢，其实呢极尽的烧杀掳掠把无数的玛雅文化呢就把它销毁了
那墨西哥除了玛雅文化之外，墨西哥当然呢，还有很有名很多美丽的小岛，科兹美可以说是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度假小岛。重点呢，基本上啊，捧它场的就是什么？就是加勒比海游轮啊，基本上都会来捧它场。扣除掉这个科兹美的海滩之外，你就是必须深入到看到墨西哥哈，来到墨西哥几乎所有人都去看了玛雅文化，这个西元900年玛雅文明，跟当时中国是在西元900年的时候，中国当时是哪个朝代？唐朝，唐朝甚至同样衰落。唐朝的末年，因为战乱之后，由宋朝接手了灿烂的华夏文明。与此同时，玛雅文明在同一时期也就神秘的消失了啊。那消失完毕之后呢，就像人间蒸发一样究竟是怎么回事？玛雅文明出现在西元前2500年，分布在墨西哥、瓜地马拉跟洪都拉斯等地。西元250年到800年之间，其文化的鼎盛时期呢，它就这样子凭空消失了啊。教大家怎么做巧克力。Cinnamon helps you to reduce acne. 之后再去叫 I need to 做 do 巧 it 克 to 力 you. I'm sorry. For a traditional drink. Can you see? Yeah. 可 But 可 you 豆， don't like it. 再把它弄成粉 Okay.，I take the Mayan Nesquik in my hands 是 and I will mix it into hot water. 玛雅人做 So I 的。 get to sing a traditional song. It goes something like, I've got the power. 100% cacao. It is very strong. It's sour and bitter. Chocolate like this was handed only in special occasions. Have you ever heard a doctor say to you, eat dark chocolate? It's good for you. 巧克力， Because it is. Can you see the cocoa powder? Yeah. Remember when I told you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can and this one? You want to see the difference? 再磨巧克力，变成巧克力。 100% organic, 80% cacao, delicious, healthy, Mexican, and beautiful. Really good. 这是 And 可 they're only 可 $5, 豆。 12 ounces, and you can take 用 them 这 on 个 your 磨 transportation. Don't share with the 这样 tribe. 子磨成 Well, 粉。 final thing to say, no more blah blah blah. 巧克力呢，这会还可以加一点什么呢？这里有香草，有蜂蜜，有糖，有肉桂，之后做成这样子。 It's all good. Tequila，墨西哥酒，耶！这个饮料背后幕后工程的是谁啊？蝙蝠啊！因为蝙蝠的工作是负责把各种植物的种子散布出去，包括龙舌兰植物，也是蝙蝠授粉的哦。这是老鹰战神跟那个南美豹的战神，两个在那个玛雅文化里面很有名的战神。这个玛雅文化又有代表月亮跟太阳。Maya!
Io li parla legge. Ma trovato la son tapina. Thank you。所以，当你来到了墨西哥，看到了龙舌兰，你也知道使用龙舌兰草的芯指的是植物的茎的部分呢，制造出酒精，属于蒸馏酒的一类柯之美品尝 Tequila， 柯之美看看它的美丽的海岛，柯之美看到它的玛雅文化还有墨西哥，我们前面也看到了墨西哥的面具，它指的是墨西哥地区的一种传统的面具文化包含了舞蹈啦、庆典啦，它会做很多不同的面具制作跟使用。墨西哥的面具呢，制作的历史呢，延续了好几千年了。当时的西班牙殖民者呢，抵达了墨西哥之后呢，面具就变成了墨西哥各种仪式中不可或缺的一种物品。它的发展呢也很成熟，虽然后期的殖民当局呢扼杀了当地墨西哥的民俗它的殖民就是怎样让它的文化不见嘛，企图这个把它消灭掉最后呢还是没有消灭成功但是在殖民的早期呢，殖民当局的传教士利用当时的舞蹈跟面具的民俗来传播了天主教。墨西哥的独立之后，面具跟舞蹈呈现了一样的这个传统文化趋势传统的面具诞生了许多新的面具形式，这就是墨西哥。哇这个很不巧我们来到迈阿密的时候呢，刚好遇到了阴天不然基本上迈阿密呢应该是这个太阳呢跟棕榈树呢整个的氛围非常好的。说起了迈阿密，你想起了什么呢？也许对我们来讲呢，在80年代红极一时的美国的影集叫《迈阿密风云》到现在最著名的叫做 CSI 犯罪现场的迈阿密从电影到时尚业，每一个人对于迈阿密的钟爱，阳光、沙滩、美女、犯罪、时尚，几乎构成了大家对迈阿密的印象。其实，迈阿密也不止这些作为中南美洲的首都，迈阿密的人口拉丁裔过半拥有了号召西语系国家的力量。很多人说，迈阿密为什么这么多的犯罪最主要跟它位于接近中美洲有很大的关系，使得它的地理位置形成了一个毒品非常好转运的地方。而迈阿密拉丁裔的人口又过半所以它简直是一个多元文化萃取的这个国度拥有了很多的资源，更接近了跟中美洲之间的交界所以呢，使得它的地理位置各方面的特殊点，让迈阿密变成了一个非常有活力的城市。相对之下，也变成了一个很多电影喜欢来这边取材，它是一个犯罪的天堂来到迈阿密，大部分的人都是为了这里的海滩。迈阿密海滩跟大陆分离的狭长的洲岛，布满了很多大型的饭店、观光胜地、club、酒吧，也历史艺术区而且迈阿密的南滩还拥有世界上规模最大的装置艺术的建筑群400多座的建筑，私人豪宅、剧院、旅馆、海洋大道，一直到了午夜依然热闹的不得了。甚至呢，还有小哈瓦那的地方自1958年、59年，古巴革命由卡斯楚执政之后，古巴爆发了好几次的移民潮，大量的这个流亡者涌入了迈阿密，他们聚集的地区就被称为叫做小哈瓦那。应该2个手。对呀，你看。而这一家叫做《阿甘正传》主题餐厅，哇，这个《阿甘正传》呢，从刚开始的一家，从这个纽约越开越开越开越这样现在这间店主打的是美式的食物俗个大碗尤其是这个电影，用这个电影汤姆汉克所演的这个《阿甘正传》作为电影的题材背景素材，按照这个《阿甘正传》的主题来打造了这个餐厅
那打造出来之后呢，当然就卖虾子啦，虾子也是《阿甘正传》当中非常著名的一道哦。结束了在海边的市场啊，我们现在来到了美国航空球馆，美东的最南端，美国著名的 NBA 球队迈阿密热火队的这个主场，整个建筑被高楼海湾围绕着啊，使得这个著名的球馆成为了迈阿密独特一道的风景线，每一年都吸引着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跟球迷呢来自这里啊。其实在美国是这样啊，很多的球队会自己认购球场，自己盖球场哦，变成他的主战场队啊。因为地方大啊，国土大哈，人口多哈。像台湾哦，你看台湾的棒球也是很有名，对不对？但是台湾能有几个球队打哦？台湾能有几个球场被认领？很难哦，因为这个人口结构的关系啊。来，我们现在呢，围绕在这个小哈瓦那区，就我前面所讲的哈，这个小哈瓦那区呢，可以让你体会一下古巴的文化，有没有啊？来，整个看到的呢，都是当时呢，在冷战之前，很多的这个移民潮啊，跑来这个地方哦，迈阿密的小哈瓦那区，整个迈阿密呢，不太像美国。
哈瓦那是古巴的首府，而迈阿密的小哈瓦那可以算是流亡在美国反卡斯楚古巴人心目当中的一个首府啊。现今的小哈瓦那在1930年原本属于中下阶层及不少犹太人居住的地区，由于大批的古巴人在1960年代后续迁入了这个区块，小哈瓦那之名于是应运而生。历史上的迈阿密与古巴的关系啊，这个绝大多数都是西班牙裔的人口，但古巴裔的人口已经不到60%了，被越来越多的中南美洲的国家如尼加拉瓜人跟洪都拉斯人所来取代了哦。那多米诺骨牌公园哦，在这里呢也可以看得到啊，在这里啊，古巴人在这边喜欢玩牌，当地最流行的多米诺骨牌啊，